脚趾甲盖儿都在使劲了，都下车了。逃跑们，小心脚下！嚷嚷什么呢？激动了，激动了！这儿呢！哎，哎，我车呢？他能听到吗？这哪听得见呢？快，手机！打电话。对，他电话在哪儿啊？曹兄，通讯录里曹兄。我好像是从这头下去的。我都瞧见你们了，怎么了？喂，曹兄。曹兄，你脚下棒，你下头有棒。什么？不是！这些数值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滩涂的各个位置，如果数值越大，就说明岩层越结实。那这里是湖心，所以是全红色；周围是沼泽，地质比较松软潮湿，就是橙红色喽。对，绿色悍马就能安全通行，蓝色到黄色之间就比较危险。如果橙红，即使一个人的重量也可能下陷。这就是你和红纱遇险那天的位置。那我叔叔能把车开得离湖眼那么近，应该也有类似的软件帮他。如果你叔叔的车还在的话，应该最有可能在这片绿色区域。记得以前，这还是一大片湖。小时候，我们还经常来钓鱼钓虾呢。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就到这儿吧，再往前就是危险区了。来，下车。咱们散开找，小心脚下。如果发现危险，马上卧倒。红纱，你就在这里观察，如果发现有危险，立刻提醒我们。你们小心。走吧。小心，你们快到橙色区域了。哎，罗刃，这儿。这会不会是红纱叔叔的车？罗刃，你说这车也不是一下就陷进去的吧？对，让你误以为可以停车，其实底下松软，一点点就陷进去了。这就是沼泽的可怕之处。是挺可怕的，里头还有只老蚌呢。你别那么担心了，刚才罗润都检查过了，车里没人的，说不定你二叔应该自己走出去了。别哭了啊，凡事往好处想。好。
个东西了，在那儿呢。哎，怎么了？不会是老棒吧？老棒，咱们在这安全区里应该没问题吧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不是冲我们来的，还有别人吗？别人？曹胖胖。不带我玩儿，猎师小技不就来了吗？我曹操到！弱小无助的朋友们，曹爷来了！几万千，你再快点！这脚趾甲盖的在使劲了都。下车了。曹胖胖，小心脚下！嚷什么呢？激动了！这儿呢！哎！哎，我车呢？他能听到吗？这哪听得见呢？快，手机！打电话。对，他电话在哪儿啊？曹兄，通讯录里曹兄。我好像是从这头下去的。我都瞧见你们了，怎么了？喂，曹兄。我。曹兄，你脚下棒，你下头有棒。是什么？不是。我说。什么情况？我这是开的车，复活，不是开的飞机。再稳一点，再稳一点。不知道终点还要多久，我以为最后，其实命运留着咽喉，当喊我心里。就会迷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历经战绩也一定要去拯救那未知的。不是，棒呢？棒没了，看不到了。上车！夫人。
车！开车！又怕什么？安全起见，我们用水眼远程操作，查看水底情况，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文代，我叔叔会没事的，对吧？没消息就是好消息。怎么一条鱼都没有啊？这水好像是死的呀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湖里边有很多鱼虾的，就算湖面缩了也不至于啊。罗仁，你把这探测器平移一下，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鱼。会不会是老蚌破坏了水底的生态平衡啊？我感觉五柱村绝株八成跟他有关。确实，这么大的老蚌，人都避之不及，更别说小鱼小虾了。看来绝株跟蚌又没有关系，纯属生态灾难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是水藻？吓死我了！那是骨头吗？不像是人的骨头。我让探测器在水下移动拍摄，照片拼接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这水底下够瘆得慌的。不是，你们村是开屠宰场的吗？我们村这一带以前兴祭水神，节庆下三牲，隆重的时候全猪全羊都会下。而且这坡谷有凹处，应该是水流作用，把这些牲畜尸骨都积在这儿，形成大量尸骨带。多糟践东西！罗仁，能帮我转到正面去看一下吗？现在看来，想捞尸，得先对付老蚌。但对付老蚌很危险，你们可以不加入。算我一个，我一定要加入的。你们都知道，我这一趟是为了娉婷的事儿来的。如果现在掉头的话，等于空跑。所以，我想继续走下去。虽然危险，但是老话说，绝处逢生，也许迎难而上。会有新的发现和转机。既然要干，就得有对敌计划，尽量从湖眼把老蚌引向湖面。老蚌被引诱出，我会发射捕网。老蚌一入网，我就去勾连车载电动绞盘。倒车！老蚌力气太大，要立即启动绞盘。13000同时开车，总之多管齐下，把老蚌死死拖住。只要车速够快，老蚌反应不及。到时候咱们就一路把他溜上岸。老蚌被拖出，下一步就是取蚌肉。新简很有可能寄生在蚌肉之中，只要新简脱离老蚌，也就老实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计划。不对啊，那我们要怎么把它引出来呢？我来吧，我在船上制造声响，引他出来。我轻功好，他一出来我就跑。
都过去了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出？是不是你没看见？往这边去，看不见我来看。哎，往这边走。我正在看呢，烦不烦啊？催，就你话多。行。哎，看见了，在这儿呢，来了啊！放大点。月老棒会飞。木袋，木袋，小心地下！木袋，倒车！这玩意儿怪了啊！我绞盘根本绞不动呢。木袋。
戳到硬质地上，看着花甲还怎么作妖。有门啊！把出水的老蚌晒在下盘。快了，胜利在望。没事吧？他在哪儿？走啊！走！动不了了，车卡住了。哎，我们给他压底下了。压底下了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往这边来，我作死他！压下车，下车快！下车！往这边。往我这边下。你这家伙也有今天啊，曹兄，抄家伙！哎，拿着。曹兄，1、2、水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放开我呀！他怕血，血？我哪来的血？对，我有血。我他！你让他回壳！快去拿水！快，往这儿！让开！
显示已经到了。那这么多家，哪家是他家呀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何润，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客气啊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无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呀？有事儿？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
果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漏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，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
跟凶手不是一伙的。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木代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，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，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这都喝半瓶了，跟你喝酒喝1整瓶又怎么样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。这儿呢。喝一碗还没跪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。让我看看。哎，麦坎伦。好啊，
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说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，哎呀，老公，他跑了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呀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那我帮你蒸了骨，我真会技术了哈。哎呦，夏老板娘，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，救我！现在救我！牡丹，在这想恼什么呢？红爷，哎，你松开啊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，我没欺负他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忙。去吧，快去追吧！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切，追他个屁追！杜甫，别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这杜甫也不告诉你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。看你，总叫人家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揩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侯爷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，好像这么高。不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啊，不吃了，红姨，都吃饱了。哎呀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毒副手，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？啊！拆快递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香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，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。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钱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西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
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都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家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你。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那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？真事儿啊！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！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了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他叫曹延华，这是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13000。这见过。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嘿，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。听着像骂人。我三兄。对。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就是啊，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木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，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
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红姨。老板娘，红姨，他是罗刃。霍同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
这么凶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，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宏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宏。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衣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落马湖是霍从这号人，他家住在陈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衣，像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。
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唉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